有缘人。接下来我讲的内容，如果你能听懂，那么你已经链接了高维能量。人生最大的智慧是找到自己的元神，找到那个真我。道德经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一个人对自己的认知深度，决定了他对世界认知的高度。人一旦把自己彻底搞懂了，就把世界看懂了。你之所以看不懂世界，是因为你还没看懂自己。你的困惑源自于未深入理解自己，因为你不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一个人活一辈子，能把自己搞明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世界上最长的路就是寻找自己的路。那怎么才能找到自己呢？每个人都有3个组成部分：本我、自我、真我。本我是人的本能，寻求的是欢乐，受原始欲望驱使，正如食色性也。自我代表着人的社会性，考虑的是现实，追逐的是利益，如财富、地位、名誉等。真我则是精神的象征，追求的是道德原则，执着于理想，如信念、爱情、灵魂。本我如微尘般渺小，却始终在心头闪烁，包含了原始而狂野的冲动。自我最为现实，精打细算，权衡利弊，围绕在身边的是各种人和资源。真我则是高维的存在，总是在头顶注视着你，这就是你的元神，默默陪伴在你身边。心理学家说，如果你不能觉察到自己的潜意识，那么它就会掌控你一辈子。这个潜意识就是受真我驱使，可见真我时刻都在无形中影响着我们。真我也是你的元神，它默默地陪伴在你身边。一旦你找到了它，并利用了它的力量，那么做人做事就如有神助，可以顺风顺水。中国有句古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其实后面还有2句，人和不如己和，己和不如神助。做事的最高境界就是如有神助，这种人几乎可以所向披靡，遇人杀人，遇魔杀魔。这个神就是元神，每个人头顶都有一个元神。中国人说举头三尺有神灵，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潜藏着神性，每个人头上都有元神。虽然我们的身体周而复生，但是元神一直伴随着我们，元神才是我们奋发向上的原动力。只是绝大部分普通人都是凡夫俗子，都是肉眼凡胎，只有极少数开悟的人才能觉察到那个元神，并且借助元神的力量。这2者谁的力量大，谁就会顺利。但是绝大部分的人都被控制到了欲望、情绪和偏见里，你成为了小我的奴隶。其实这个世界上真正阻碍你的不是能力、时间、方法、步骤，而是傲慢、偏见、情绪化、狭隘和无知。是这些心魔困住了你，唯有高我，也就是你的元神，才能够真正的拯救你。你如果在每个当下都在关注着自己的起心动念，贪嗔痴慢疑，放下小我的欲望、不好的念头，
不考虑自己的得失，考虑怎么去利他，怎么样让高我去主宰你的行动，那么你将回归高我，天人合一，心生爱意，走向高维世界。为什么我们经常会感到纠结？因为这三个我彼此之间经常有冲突。本我管理着欲望之魔，自我管理着情绪之魔和偏见之魔。这三个魔鬼经常发作，他们能将我们吞噬。绝大部分人都被困在了欲望、情绪和偏见里，都是这三大魔鬼的奴隶。其实对于人生来说，真正阻碍我们的不是能力、时间、方法、步骤，而是傲慢、偏见、情绪化、狭隘、无知等等，是这些心魔捆住了我们。唯有真我们的元神才能拯救我们。因此人也是有很大内耗的。我们身体内经常有一大元神跟三大心魔在斗争。人生的意义就是寻找并回归真我。古今中外，所有的圣贤书和伟大的思想都在帮人去寻找那个真我。毕竟人的很多东西都归真我保管，比如天赋、使命、特长、潜意识等等。人的修行就是为了提高真我所占的比重，因此道家称呼那些修行成功的人叫真人。心经开篇第一句，观自在菩萨，观是内观，自在是放下执念的状态。这个执念就是对本我和自我的执着。这句话的意思是，当人开始内观，并且不再执着于本我和自我的时候，这时的自己就有了菩萨的状态。心经里还说，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意思是，当我们关闭自己的六根，再去感知世界的时候，才能看到真实的世界，才能解除人生的痛苦。六根指的是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意念，这六根全是本我和自我造成的。金刚经的要义，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意思就是当一个人不再执着于各种相，这个相是对本我和自我的挂念，这时才能看到真实的世界。道德经里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所谓五色、五音、五味都是本我和自我造成的，他们把我们笼罩其中，屏蔽了真实的世界。周易里说，是欲深者天机浅，意思是欲望越重的人越看不到世界的真相。这里的欲望也是因为本我和自我造成的。禅宗里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只要能够擦亮到自己的本心和真性，就可以成佛。这里的真性和本心就是真我。人生就是一场修行，修行的最高境界其实就是不断接近这个真我，就像拨开乌云见天日，让你刹那间体会人生的真谛，简直妙不可言。为什么一定要找到真我，找到灵魂呢？因为找不到真我，人生就是盲人摸象，早晚要撞南墙。
如果没有灵魂，那就是行尸走肉，徒有一副皮囊。可以说，真我和灵魂才是我们真正的生命。那他们到底在哪里呢？它从未离开你，但可能超乎你的想象。首先，身体肯定不是，因为身体背后显然有一个掌控者。那意识呢？意识是信息的加工和交互，也就是一个个的念头。我们平时所谓的我，只是意识幻想出来的假我。在身体和意识的背后，似乎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主宰者。那他是谁呢？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意识结构。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识和意识莫那识只是信息的采集、辨别、加工、展示，而这些信息所需要的材料、标准和原始推动力却来自一个我们感知不到的地方——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储存了所有处理过的信息，就是一个个的意识种子，为以后的信息处理提供参考。意识种子又经过多次的更新生长，逐渐成为你庞大而顽固的认知体系。它决定了你一切的思维方式和推动着你的行为，形成你的心智和人格。所以这个塞满了东西的阿赖耶识就成了你的灵魂。什么样的东西存得多，你就会有什么样的灵魂。那灵魂就是那个主宰者吗？显然不是，因为灵魂也是因缘和合的后来产物，而那个主宰者应该是个本来就存在的东西。没错，它就是创造了我们身体和意识系统的生命本源，就是生出了日月星辰，世间万物的宇宙精神本体，也是终极宇宙法则。它遍布宇宙空间，渗透在万物和人类身体的每一个原子里。佛家把它叫做自信本体，道家叫做道，在我们人类的身上就叫做真如、自性、佛性、灵性、道心。自信是自然法则、自然本性，自信所创造出来的八识系统就是我们的心。那自信就是垂帘听政的八心之王，就是我们生命的真正主宰。然而它却从来不直接地参与我们的生命活动，而是由它生成的意识系统和身体功能来去运作。这就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自行修炼。但大多数人却把意识和身体的假我当作了是真我，当作了灵魂，就迷失在这个让人意乱情迷的娑婆世界，把自己修成了被欲望、情绪奴隶而折磨痛苦的生灵，甚至修进了地狱，永世不得超生。那如何正确的修炼自己呢？那就是摆脱假我的束缚，回归真我自信。怎么回归呢？就是从八识构建的肉体觉知和世界幻想中先跳出来，清理掉阿赖耶识里的所有意识种子里的包装、标签和标准，把它们还原成为原始信息。以后也不再对这些信息进行主观加工，无相看待一些事物。物来不着相，物去不留痕，乱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那么混乱无明的八识系统也就变成了成名有序的智慧心，藏污纳垢的阿赖耶识也变成了清净圆明的如来藏，你也就有了干净且高洁的灵魂。
也就一眼洞见了那个和宇宙一体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自信本体。这就是你的本心，你的自由意志，你苦苦寻找的真我。看到这里，你是不是很想知道如何才能唤醒我们的元神呢？接下来我将与你分享一个方法唤醒元神，激活你封印的能量。人的心处在上德的无心自然状态，就可以感而遂通。仔细观我们的念头，自然冒出来的就是大智慧元神发出的，它们一闪而过，我们的后天意识心往往反应不过来，捕捉不到。内心的声音和思想意识混杂在一起，元神在和你说话，你能不能清楚地分辨，听从内心的指引？你的元神对你是绝对的爱，它是一颗纯客观公正的心，不会因为它属于你而有任何私心。天心，老天会给你什么，它就反映什么。当你把自我放松的时候，就会听到它的声音，它会及时地提醒你。讲元神，首先讲轮回，轮回的这个灵，我们称之为元神，这是我们的先天意识。如何唤醒它？解除你的封印，要学会发大愿。任何成功不能靠方法，要靠发心。我们常说发心非常重要，起心动念非常重要，这是非常对的。当我们对一个事情有了某种发心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结果。当你有一个强烈发心的时候，就等于向宇宙发出了一种邀请函，发出了一个强烈的能量波，那么宇宙一定会回馈你的这个信号。你的发心越强，对世界越有利，这个起心动念显化在外在的现实世界的可能性越大，导致这个世界呈现给你结果的绝对不是方法，而是你的念头，也就是你的愿心。许愿真的是有力量的，但是一定要发自心灵层面。所谓的方法，就是学会向上祈愿，它的本质在于能量的穿透力。法界越高层，就越具备能量支点。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让自己的信号能够穿透一切法界的阻碍，顺利抵达高层。信念的底层是生命系统的共鸣，是双向的奔赴。所以修道要发心，是为了我们的信念和高层一致。在拥有了稳定的信念后，就是对一切能量和智慧、福德、功德的修补。针对具体的生命系统问题，着重的不断培养栽培。所以每日发愿和起心动念，就是培养我们和法界高层的能量管道。一旦你的发心和发愿能够进入最高境界，下一步就是怎么累积你的能量，符合它的兑换法则。这里的唯一需要突破的就是自己一定要持之以恒的发心和做利益众生的事情，具备穿透力的能量管道和发射力，可以让我们迅速满愿。那么封印的能量将瞬间就会被激发出来。一个人如果内在不发愿、不积德，外在怎么会呈现出来呢？有愿，生命就放大了。为什么有些人充满力量？这是从他的发愿而来。愿在宇宙中永远存在，生病也可以变得伟大。
如果生病，就发愿，愿我得的这个病，一切众生都不在的。如果我康复了，我要帮助所有同病的人。这么发愿后，立刻就可以把生病转成功德。如果小孩不好，就发愿，愿所有小孩，所有家庭不好的小孩都能变好。把为自己的祈祷变成为帮助众生而祈祷，奇迹就会出现。如果自卑，就发愿，愿所有自卑的人不再自卑。如果你不满意现状或被人欺负，就发愿，愿我的忍耐能令他人福报增长。任何事物都可以通过发愿转化。比如你们将人们随处乱扔的烟头捡到垃圾箱里，边捡边发愿，愿捡烟头的功德，福报回向众生父母身体健康。你发现每一个烟头都是黄金。比如发愿余生要帮助更多人，要尽全力去做，那么你会发现每一天你都会感恩，都会行布施，行善法。每一天你的力量越来越大，心量越来越宽，大到不可思议。你不怕苦，不怕累，就是那样一点一滴的你飞速成长起来。所以不是所有的烦恼灾难都是罪业，懂得转化就是好变化。所有的不好都可以转化，会转化的就不怕有问题。愿我们都能通过发愿，把苦难转化为恩典，把烦恼转化为菩提。修行，如果你下定决心开始了，就不需要别人的监督，因为我们的因缘太复杂。你不能把生命交给业力，你一定要把生命交给你的愿力。只要有愿力，就可以感应到无上的加持力。很多人经常诵经，经常上香，但是愿望常常没有办法实现。为什么？是没有发愿的缘故，没有愿力的缘故。没有愿力，我们强大的业力怎么能转变呢？是没有办法转变的。众生的命运是靠愿力来改变的，要花出为利益众生的心来改变，不为自己。自己的福报无量无边，智慧无量无边。很多人都希望找到真正的自己，也就是我们的元神，我们的那个真我。而所谓的真我究竟是什么样子？人们在找到他们真正的自我时，会展示出什么样的品质？真我主导的人有什么特点？接下来我将与你分享真我展现的8个特质，可以作为参考，看看自己走到了哪一个阶段。01，平静，不受任何情绪的伤害。持续的身心宁静与真我的状态密不可分。许多人，特别是有过创伤的人，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就像身体中有个绷紧的弹簧，超级敏感，很容易被激怒。如果你和他们一样，你也会非常敏感，对他人的所作所为反应过度，难以真正的放松。当你处在真我状态时，就会欣慰地发现身心的剧烈反应大大减少。当周围环境引发你的情绪时，你也不容易进入自动或极端反应状态。你的头脑会变得温和，不会沉浸在忧虑之中。相信真我能够处理所遇到的各种事情。面对愤怒的时候，
你不会陷入潜意识的对抗、逃避或冲动反应模式中，而是保持内在的平和。许多人外表冷静，遇事时内在却反应剧烈。是的，我们许多时候已经学会将自己的痛苦隐藏在一个平静周到的外表下，但那是冻结，不是真正的平静。在情绪风暴中，仍然能保持不受搅扰的平静的中心，我把它叫做风暴中的真我。02清晰，不受极端想法的影响。清晰是指不受极端想法和情绪的影响，在任何时候仍然能够不偏颇地感受和认识事情本身。换句话说，就是用真我感知事物。人的部分自我对认知具有强烈影响，比如一个瘦得像根棍的厌食者照镜子时，能把自己看成肥胖的人。回想一下我们自己迷恋某个人的时候，也会完全无视那些明显的缺点。我们很少用崭新的、开放的态度来待人处事，而真我总是有一个初心，看待周遭人事物不会先入为主。03好奇心，对内心的坏情绪保持好奇。如果对事情不做预判，我们就会永远好奇，像一个孩子，对人和人的反应充满单纯的兴趣。如果有人对保持初心的我们生气，那我们对他们的看法就不会受自己过去类似经历的影响，而会对他们的愤怒感到好奇。当我们问他们为什么生气时，他们就不会感到我们的语气中有恐惧或指责，而只是感到单纯的兴趣。好奇心不仅是真我与他人连接的方式，更是与内心的声音连接的方式。当我们能够不带评判地对自己最鄙视的内在恶魔，例如恨意、自我厌恶，产生兴趣时，这种内在对话就会启发和转变我们。04关怀，一切感同身受。当对人的看法不再被自己的恐惧或需要的部分扭曲时，你就不会被人们保护自己的方式所影响。你会看到人们愤怒或疏远的背后是对他们自己伤痛的保护。关怀不同于怜悯或共情。怜悯是当你看到他人受苦，你为他感到遗憾，同时你内在的一部分也庆幸你没有遭遇类似的痛苦。怜悯包含着保护性的远离和一些优越感。共情是当你看到一个人在受苦时，你的一部分也感觉在遭受着同样的痛苦。共情会打开你的心，产生想帮助这个人的愿望。然而过度共情会让你产生不必要的压力，而关怀使你能够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但同时知道对方内在也有一个真我。带着关怀，你可以敞开心扉与痛苦的人相处，不会有改变或远离他们的冲动，这会让痛苦中的人释放自己的真我。05自信，我们不是孤立的波浪，而是大海的一部分。受内心真我主导的人，面对愤怒可以保持冷静和清醒，因为他们相信，无论那个冒犯他的人说的是什么，都不意味着自己不好或受到永久伤害。我们防御对抗，不是因为有人在攻击我们，而是因为他人的攻击会唤起我们自己内心的评判。
进而引发我们在孩童时积压的无价值感和恐惧。当人们疗愈了自己脆弱的部分，内在的批评部分就会放松，防御也会下降，你的内在部分会增加对真我的信任，于是你会变得不再那么容易被激怒，因为那些东西不会再触发你内心的回应和过去的痛苦。你会对生活本质的美好保持开放，不管事情看起来有多糟糕，最后一定会有合理的结果。06. 勇气。我们可以强大而不带任何评判，真我具有关怀和疗愈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真我也具备强有力的保护特性。我们可以强而有力，却不带任何评判。勇气不仅仅是为弱者发声，其实承认自己对他人造成伤害，并努力弥补自己的过错，需要更多的勇气。真我主导的人不仅有勇气行事，而且勇于对自己的行为负责。07. 创造力。理性思维滋养不了你。许多科学家、发明家和艺术家都说，他们的灵感常常不是大量刻苦努力思考的结果，而是在无意识的直觉中突然涌现出来。研究人员尝试用生物反馈技术让内心安静，进入更深层次的状态来增加人的创造力。当他们内在噪音减弱，真我出现时，就会呈现创造性的智慧。长期存在的问题的答案会自然出现，还会出现横向的跳出思维定式的思维方法。随着人们摆脱自我评判和害怕被人否定的束缚，进入心流状态的愿望和能力也越来越大。08. 连结。帮你强化人际关系。随着内心越来越多的真我呈现，我们会感到与所有周围的真我的连接也越来越强。真我具有强化人际关系的本能，人们愿意花时间与他们觉得在真我状态的人来往交流。相应的，人们会放弃或远离不在真我状态的人。一个人的真我会吸引另一个人的真我，除了增加与他人、与部分之间的连接外，拥有真我的你也会与宇宙或自然有更强的联系。如何识别一个人在不在真我状态？其实我们很容易识别一个人是不是在真我的状态。用一个笑话来说，遇到这样的人，你会觉得灯开着，有人在家。这样的人一般是开放、自信、宽厚的。和他相处时，你会感到自在轻松，这种轻松使人感到安全，因此你也愿意在他面前呈现自己的真我。碰到这样的人，一般人会这样说：我喜欢他，因为在他面前我不用伪装，可以展现真实的自己。从他的眼神、声音、肢体语言以及他所表现出的活力，你能够了解到，在你面前的是一个真实、可靠、谦逊的人，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唤醒真我。愿你早日与真我合一，迎接属于你的高光时刻。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
功德无量。